别闹了！走开！行了行了，别闹！赶紧安静点，别碰我！别闹了！走开！别闹了！别闹了！走开！行了，别闹了！别闹了！我不要你！刘闯，是我。你居然拿枪对着我！行了，没事儿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吓死了！接着睡吧。我是不是犯错误了？你是太紧张了。一睁眼你就不见了，我没办法不紧张。他和我一样，在你眼里，我和他必须一样，都是奉命保护你的中国武警战士。怎么能一样呢？你是刘闯，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，你是全心全意保护我的人，不是吗？你误会了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而且用生命保护你的人不止我一个，他是，还有我们的战士们都会这么去做。我们接受上级下达的命令，保护 VIP 就会不折不扣地完成它，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你想对我说什么？你跟我说过你的故事，我很同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不是你的私人保镖，我不是你的朋友，在你的心里边，我只能是，而且必须是一面会行走的人肉盾牌，一部会说话的防弹机器。这是我工作的性质，也是我秉承的原则，懂吗？你是想跟我说，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，是吗？我只在乎你的死活，不是你的感受。记得我和你说过吗？心理建设不是我的范畴。如果你配合我的工作，我会很感激你。我不配合。那我只能强制你配合。怎么？你还想对我动武是吗？必要的时候我会那么做。我这班岗站得也够久的了，一会儿会有人接我的班。你不许走！我不要别人，我就要你。凡事得按规矩来。刘闯，你真的忍心抛下我不管吗？你干嘛？我想出去走走。你不许出去！干嘛呀？我又不是犯人。你确实不是犯人，但你也不是凡人。别给我找麻烦，我就不给你找麻烦。只要你不出去，这个屋子范围内随便你活动。我偏要走。你干嘛对我那么凶？我知道你练过，但我也不是吃素的。只要你乖乖的呢，姐不会让你难过。你要是不做个乖孩子呢，姐的铁拳铁腕儿也不是吃素的。刘闯就不会对我这样。
哟，还真是哪家的少女不思春啊！我告诉你，刘闯之所以不对你这样，是因为他是队长，要注意影响。你以为他是真喜欢你啊？你做梦吧你！你给我老实待着，我可不像刘闯那样怜香惜玉的。你干嘛？回房间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门口都是人，你别往窗户上凑，我们有人盯着呢。姐还治不了你的。我不信，他不会这样对我的，不会的。有什么事儿？想跟你聊聊，聊什么呀？就是聊聊。聊吧。哎，那我坐下啊。对不起。什么对不起啊？可能是我太紧张。你觉得我会伤害你的小宝贝儿？谁小宝贝儿？严小雨啊，他不是你的小宝贝儿吗？哎呦，您别闹了成吗？什么叫我的小宝贝儿？人家那爹可是福布斯排行榜上前几位，我哪有那能耐啊？你想多了，真的，那就是我们需要保护的目标而已。你说啊，我那么小，经历那么多，也可能是我听完他讲他的故事，略微有那么一点恍惚。略微有那么一点恍惚，也不太准确啊，但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措辞了。你也知道我这嘴笨。你嘴笨，您老人家嘴笨，你太谦虚了吧？你是我见过最能白活的武警了。也行，好歹落个罪字。你真是不知道要脸两个字怎么写。哎，咱能别聊那些触及灵魂深处的问题啊？你看啊，这个欠我也到了，这个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要不然这样，你拿枪对着我。行了，任务重要，不提了。这任务是重要，可是这队伍的主观和谐发展也很重要，您说是不是？你到底想让我怎么着啊，刘闯？你怎么还急上了呢？是你跟我说了那些之后，我也替你的小宝贝儿提心吊胆的。我一直想怎么样才能保护好他，可是结果呢？你上来二话不说拿枪就对着我。要是我不屈手，你是不是得对我开枪啊？哪能啊？那不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吗？哎呦，求求你，您消消气儿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不是对不起的事儿。要是我拿枪对着你呢，你早就对我发火了。我够可以的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吧。等到把你的小祖宗送走，我再跟你说这事儿。你还想说什么？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职业的武警特战队员，心如止水，可是我没做到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，好吗？行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了。那就该干嘛干嘛吧。刚才接到情报，严小雨确实有被暗杀的威胁。谁呀？你的老朋友了，魔影。他又来中国了。他
他带了一批雇佣兵，现在应该就在海州市附近。他在国外发布了招募令，高薪招募那些在国外已经退役的伞兵游泳参与这次行动。他可能是觉得人手不够吧。情报提示我们不要轻视，这次可能是对严小雨最直接的威胁。敢来就好。不过既然他来了，我们真得提高警觉。大家都做做准备吧，现在也没有时间说别的。对。还有事儿吗？就是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你刚说了自己是职业的特战队员，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